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可通航的湖泊，湖面海拔在3800米左右。它的名字非常好记，叫提提卡卡湖，位于南美洲秘鲁和玻利维亚两国交界的科亚奥高原上。提提卡卡湖被当地人称为圣湖，被认为是印加人的诞生地和太阳的诞生地。整片湖泊有51座岛屿，大部分都有人居住，有些岛上还保留有印加时代的神庙遗迹。但是让提提卡卡湖最出名的是这些漂浮在湖上用芦苇制作成的人工岛屿。目前这些浮岛上仍然还有人居住，为此形成了提提卡卡湖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漂浮在湖面上的芦苇岛也被称为乌鲁斯群岛，是游客们来到提提卡卡湖必须打卡的网红地。那为什么当地人有陆地不住，非要用芦苇制成的小岛住在湖面上呢？因为1000多年前，当地的原住民乌鲁人为了躲避印加帝国的侵略，他们建造浮岛，世代漂浮在湖面，试图与世隔绝。经过世代传习，乌鲁人用芦苇制作小岛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所以不仔细看还会以为这成片的小岛就是大陆的延伸。看起来每一个小岛好像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一小块一小块的芦苇块拼接而成的。乌鲁人先使用芦苇草下面漂浮的土壤，等芦苇根持续生长，会自然把这些土块结合起来，然后用木楔和麻绳捆绑，再一块一块的拼接。大约1年的时间，芦苇岛的基地就形成了。紧接着在土块上面按照不同的方向铺上新鲜的芦苇，大约铺到1.5米的厚度就可以盖房子了。所以当游客第一次踏上这些芦苇做的浮岛时，都会感觉脚下软软的，很有弹性。湖面上的几十座芦苇岛几乎都连在一起，虽然每一个小岛面积在60到100平米不等，而且上面可以住上10几个人，但是距离隔壁都非常的近。每个小岛都相对独立，都有能力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曾经的浮岛都是随水漂流的，但现在都已改用锚使其固定于湖床。在较大的浮岛上可以建一所小学，甚至还有可以踢球的足球场。岛上居住的乌鲁人是印第安阿伊马拉族的一支，如今绝大部分的乌鲁人都在陆地居住，只有少部分还在岛上。乌鲁人的生活几乎与芦苇紧密相连，他们用芦苇编制一种叫做陶陶拉的芦苇船作为平日里的交通工具。这种类似水上出租车的小船更被乌鲁人称为是梅赛德斯奔驰，但这些小船一般只能使用1年左右的时间，就会逐渐被水浸透而放弃。另外在乌鲁人的文化里，提提卡卡湖的形状就像是一头捕捉野兔的美洲狮，所以他们用芦苇编制的双层观光船都具有美洲狮的面具，这应该算是最高级的乌鲁奔驰了。提提卡卡湖是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的重要过境区，是一座国际旅游中心，同时连接着秘鲁的普诺和玻利维亚的科帕卡瓦纳。但如果想要游览乌鲁人的漂浮芦苇岛，则只能从秘鲁的普诺出发，乘船大约10到20分钟的时间。当地的旅行社与乌鲁人的小岛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乘船和登岛都需要收费，但价格并不高。在游船还没有靠岸，就可以看到岛上一家的女人和小孩都穿着鲜艳的服装，等着新游客上岸。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某些地方的鱼排，游客们心里会否想到自己就是待宰的羔羊呢？登上芦苇岛，英文导游首先会介绍小岛的制作过程。岛上的女人们除了照顾孩子和日常生活之外，大都会制作一些编织品和工艺品。男人们有空闲也会用芦苇做一些小型的船模，赚些外快。另外芦苇岛上居然还可以给游客在护照上盖纪念戳。平日里小岛上有太阳能板可持续发电，岛上的人家有电视有手机，但生活条件依旧简朴，不禁让人好奇，如果不是旅游业，乌鲁人还会继续这样的生活吗？来自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